Hello，各位好，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所的阿修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们影片，记得先点击下方订阅按钮，再打开旁边小铃铛，这样每次有新影片，你都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。也帮我按个赞，让 YouTube 知道你喜欢这种类型的内容。谢谢大家，我们现在正式开始。好，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很深刻，但同时又非常实用的主题——快乐生活的哲学。不过，这不是要跟你说一些空泛的人生大道理啦，而是要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。这个故事的力量，我觉得可能会彻底改变你看待人生的方式。好，我们从这句话开始。我的人生非常快乐。说这句话的人叫做山姆·伯恩斯。这句话听起来很简单，对吧？可能你我偶尔也会这样觉得。但如果我告诉你，说出这句话的人，他的生命每一天都像是在跟时间进行一场不公平的赛跑，那你会有什么感觉？我想这句话的分量在你心中会瞬间变得完全不同，而这也正是我们今天要深入探讨的核心。画面中这位就是山姆。当他在 TED 舞台上对着全世界说出那句"我的人生非常快乐"的时候，他才17岁。17岁，你想想看，这是一个正值青春年华的高中生，对未来充满无限想象的年纪。但山姆的青春跟我们大多数人想象的有着天壤之别。因为山姆罹患了一种叫做早衰症的罕见疾病。简单来说，他的身体老化速度是正常人的好几倍，等于是把一辈子的时间浓缩在很短的岁月里。当时全世界只有大约350个孩子得到这种病，患者会提早面临皮肤紧绷、发育迟缓，甚至心脏病等等，这些一般是老年人才会有的问题。好，了解了这个背景之后，我们再回头看一次那句话：我的人生非常快乐。一个身体承受着如此巨大挑战的17岁男孩，他到底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？这背后一定有一套非常强大的人生心法。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解构山姆的快乐哲学。我们先从一个故事讲起，这个故事真的可以说是完美体现了他的人生态度。故事的主题是一个无法阻挡的梦想，以及一个关于小谷的挑战。升上高中前，山姆跟很多美国青少年一样，有个非常热血的梦想，他想加入学校最酷的行进乐队，而且他锁定的目标是担任最帅气、走在最前面的小鼓手。这听起来是个再正常不过的青春梦想，对吧？但在他身上，这个看似简单的梦想，却像是一座难以翻越的大山。问题出在哪？重点来了，你看这张投影片上的对比。一套标准的行进乐队小鼓，加上那个金属背带，整套装备大约重40磅，也就是18公斤左右。18公斤是什么概念？差不多就是你搬家时一箱书的重量。但是山姆自己呢，因为早衰症的关系，他当时的体重只有大约50磅，差不多22公斤。你想象一下，要一个22公斤的人背着一个18公斤的东西，还要跟着乐队 marching 一边打鼓，哇，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任务，对吧？乐队总监也很无奈，他很惜赏山姆的热情，但现实就是如此。他只好把山姆安排到不用行进的打击乐部。虽然那里也很好玩，但对山姆来说，那终究不是他心中最向往的那个梦想。但是你以为故事就这样结束了吗？并没有，山姆没有就此放弃。他和他的家人没有把体重不够当成一个据点，而是把它当成一个需要解决的工程问题。他们找到一位工程师，一起合作，重新设计，打造了一套专为山姆客制化的小鼓和背带。最后的成果是什么？一套重量只有6磅，也就是不到3公斤的装备，从18公斤到3公斤，这是一个多么巨大的突破！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？当你遇到一个看似无法解决的障碍时，与其纠结在我做不到，不如换个角度思考，要怎么做才能让我做到？这就是山姆快乐哲学的第一个核心精神。好，接下来这一点超级重要，这也是他快乐哲学的第一条：专注于你能做到的事。这句话听起来很鸡汤，对吧？但相信我，他的执行力道非常强。山姆自己是这样说的：对于那些我终究做不到的事，我坦然接受，因为我能做到的事情实在太多了。哇，这句话真的充满了智慧。他不是要你盲目乐观，假装那些限制不存在。相反的，他非常清楚地承认限制的存在，但他选择不把宝贵的心理能量浪费在跟这些无法改变的事实对抗上。这其实就连接到心理学上一个很重要的概念，叫做控制焦点。
意思就是说，我们要把心力放在自己能控制的事情上，而不是那些我们无法控制的事情。举例来说，山姆知道自己没办法跑长跑，也没办法玩刺激的云霄飞车。他很诚实地说，他知道自己错过了什么，但他选择把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他能做而且热爱的事情，像是童子军活动、玩音乐、看漫画，还有支持他最爱的波士顿体育队伍。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心态转换。我们很多人常常会因为自己不能做的那几件事而感到沮丧，却忽略了我们其实能做的上百件事。你的快乐不该被那些你无法掌控的事情所定义，而应该由你每天选择去做的事情来定义。这点真的值得我们每个人现在就好好思考一下。好，讲完了第一点，我们继续看下去。山姆快乐哲学的第二个支柱是让自己身边围绕着你想在一起的人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人际关系的品质。他说，当我跟那些每天围绕着我的人在一起时，我觉得自己处于人生的最高峰。这句话非常有意思，对吧？对他而言，人生的巅峰体验不是来自于获得某个大奖，或是克服了什么惊人的困难，而是来自于最日常、最平凡的与人连结的那个时刻。这也提醒我们，高品质的人际关系对我们幸福感的影响，可能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巨大。那山姆身边有哪些高品质的人呢？首先是一个超级支持他的家庭，这点非常重要。再来是一群关系超铁的乐队怪咖朋友，他们在一起打闹，享受彼此的陪伴。他们看到的是山姆这个人的内在，而不是他的疾病。最后是乐队里的导师和整个社群。山姆说，当他和乐队一起演奏音乐时，那种纯粹的、真诚的连接感，完全超越了早衰症带来的困扰。在那个当下，他只是一个纯粹享受音乐的乐手。所以，这个哲学的重点是，我们要有意识地去花时间、花精力去经营那些让你感到被支持、被理解、能一起成长的关系。这不是在说无谓的社交，而是为你的心理健康和快乐建立一个强大的支持系统。接下来，我们来看第三个，也是最后一个哲学：永远向前看。OK， 这是一种关于心态动能的策略，我觉得非常聪明。山姆引用了华特迪士尼的一句话，并把它内化成自己的信念。他说，我总是努力让自己有可以期待的事情，一些可以努力追求，让我的生命更丰富的东西。这里的关键字是期待。这个期待不一定要是什么远大的目标，它可以很小，小到期待下一期漫画出刊，期待跟朋友约好要出去玩，或是期待去看一场球赛。但就是这些大大小小的期待，像是一个个小小的心理锚点，把你的心态牢牢地定在未来，让你不会被眼前的困难或负面情绪给困住。这其实是一种非常高明的心理技巧，它让你的大脑永远有一个前进的方向。而且这里面其实有一个非常实用的操作流程。第一步，承认它。当你感觉很糟的时候，不要假装没事，你要先承认 OK， 我现在感觉很差。第二步，让它过去，接手这个情绪，让它进来，然后也让它离开，不要浪费能量一直沉浸在里面。重点来了，第三步，向前看。一旦你处理完情绪，不要等待，而是立刻为自己找一个可以期待的目标，无论大小。这个简单的3步骤其实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心理韧性训练，它教我们如何不被负面情绪绑架，并且主动地为自己创造前进的动力。好了，我们刚刚分别讲了山姆快乐哲学的3大支柱，但理论听起来都很棒，对吧？实钻才是最困难的。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个故事，一个让他必须同时动用这3大哲学的终极考验。在他那场知名的演讲前1年，山姆生了一场重病，因为胸部感染，他住进了医院好几天。在这段时间里，他不仅要面对身体上的不适，更痛苦的是，他被迫与所有那些构成他身份认同的事物隔绝开来。他没办法和家人拥抱，没办法和朋友打闹，没办法拿起鼓棒，也无法回到熟悉的校园。在那一刻，他感觉自己好像不再是那个我们认识的山姆了。这是一段从生病到隔离再到康复的艰难旅程。
在这个最艰难的时刻，他的哲学是如何帮助他的呢？我们来拆解一下。首先，永远向前看，他相信自己一定会好起来，并且一直期待着再次感觉良好的那一天。这个对未来的期待成了他在黑暗中的一盏明灯。其次，专注于你能做到的事。在当时那种情况下，他能做的事情真的很少，但他发现有一件事他可以做，那就是勇敢。他说，勇敢并不容易，他也有脆弱、心情不好的时候，但他明白，真正的勇敢不是要你无所畏惧，而是在你感到恐惧的时候，仍然选择坚持下去，这才是勇敢。最后，围绕着好人。虽然他被隔离了，但过去与家人朋友建立了深厚情感基础，在此刻成了他内心最强大的支持系统。他知道有人在等他，这给了他巨大的力量。好，简单整理一下刚刚的内容。山姆的快乐哲学其实就是这3句话的总结：我不浪费力气为自己感到难过，我让自己和想在一起的人在一起，然后我永远向前看。这3件事听起来都不难，但要像他一样，在面对巨大逆境时还能彻底实践，这真的需要非凡的智慧和勇气。这套哲学不仅帮助他度过了人生的种种难关，也让他一个年仅17岁的少年活出了一个深刻而快乐的人生。而且这套心法不只适用于像他一样面对极端挑战的人，更适用于我们每一个在日常生活中挣扎、寻找方向的普通人。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，我们从山姆·伯恩斯的故事中学到了3个非常实用的快乐心法。第一，专注于你能做的事，而不是你不能做的事，把能量用在对的地方。第二，刻意的去经营你的人际关系，让自己身边围绕着能带来正面影响的高品质社群。第三，永远为自己创造一个可以期待的未来，无论目标大小，持续向前看。这3个原则，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应用在自己的生活中。所以在今天的结尾，我想把这个问题留给大家，也留给我自己。为了让你的人生向前迈进，今天你能做的一件小事是什么？不需要惊天动地，也许只是打一通电话给朋友，或是规划一个小小的旅行。找到它，然后去做。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。如果你觉得这集有帮助，记得马上点赞、加订阅、加开启小铃铛。我们正在冲订阅，需要你的支持。我是阿修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